战没有资格封视帝，更没有资格提名影帝，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叫 SMG 视帝的东西。按照中宣部的规定，任何人不允许使用视帝这个称谓，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前几天录制今日播出的 SMG 电视剧品质盛典当中，肖战获得了年度卓越品质之星。当时肖战凭借《藏海传》获得了视帝，孙俪蛮好的人生获得视后，这两个词条迅速冲上热搜，并且昨天肖战凭借得闲景致提名了首届 CMG 年度剧情电影男演员。那么这种观点又随之而来，也不能被称为 CMG 的影帝。那么真的有这个规定吗？有的。在今年新华社在新闻乐评第315期发表的第一批禁用词当中，文艺界人士不使用影帝、影后、巨星、天王等词语，一般可使用文艺界人士或者著名演员、著名艺术家等等。但是可笑的是什么？新华社所发表的这份禁用词所使用的环境语境是在新闻媒体机构，比如说报纸、电视、广播、新闻网站发布官方新闻稿件的时候；第二，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等在对外宣传、通稿撰写、官方信息发布中，新媒体平台，比如说公众号、新闻类的 App， 在转载或采编新华社通稿内容的时候，还有就是出版物、教材、学术论文等正式文本中涉及敏感领域的表达时，因为这里面除了文艺工作者这一项，还有100项各个领域的词语规范表达。也就是说，这份禁用词名单管的是官方媒体怎么写新闻，政府怎么写文件，正规的出版物怎么表述，它的目的是让官方信息准确、客观、尊重人，防止夸大和歧视。但是它管不着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通过观众讨论而抓取的热搜词条，普通网友在平台上一句恭喜肖战获得视帝，这道理太简单了。官方新闻就像老师上课的教材，每个字都要严谨，而热搜就像同学们课间聊天，可以用昵称，可以兴奋的喊太牛了。老师能拿着教材的标准去禁止同学们聊天的时候说哇塞吗？显然是不能的。把官方新闻写作指南当成了全民网络发言的禁令，这个的核心问题就是从今年开始到现在，不论各种提名，并不是只有肖战提名了或是获得了视帝。但是同样的是，为什么肖战做了这个 IP 呢？肖战拿奖，粉丝高兴，喊一声视帝再正常不过。可偏偏有一种声音立刻翻出了新华社的指责称违规滥用，甚至说肖战本人不配，名不副其实。这种超常关注的背后，通常都隐藏着几种心理：第一，流量原罪，树大招风，喜爱肖战的人太多，热度太高，一举一动都被放大。而那些声音不是真的关心规则，而是想借着规则的名义打压一个他们看不惯的人，只要是他，连呼吸都有错。那此时你又何须把自己摆在公正、公利的角度来审视呢？找不到业务上的槽点，只能找规则的茬儿。你想批评一个演员，你可以细节的说你看了他的什么作品，他的演技哪里不好。可是《藏海传》和得闲景致的口碑摆在那儿呢，想挑毛病确实不容易。就比如说像你家孩子考了全校第一，你高兴的发了条朋友圈，邻居却跑来留言说教育部规定不许炒作状元，这是在违规，我觉得离谱吗？对新华社的这个行业规范，其实并不是要禁你的昵称，而是要纠正行业的风气。所有的职业核心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劳动者，不能有了名气拿了奖就把自己捧成高人一等的巨星。而肖战的这么多年来，他的所作所为，就比如说在各个场合有粉丝在场，他总是会绕场一周，让所有来了的人都不白来，尊重每一份喜爱。同事和前辈在发言，他总是会专心的在台下听，感动落泪，他能够共情每一份劳动者的辛苦付出。所以那些抨击肖战的人没有搞懂一件事情，就是肖战的言行和这个规范的初心正是完全契合。他从来没有把自己放在稍微高人一等的地方，哪怕是半截台阶，而是一直以文艺工作者一份工作的初心去踏实的做事。这些细节都藏在他的每一个举动里，把感谢落到实处，从来不自夸。而观众因为喜爱叫肖战视帝，不是盲目的捧杀，而是他的作品真的给大家带来了价值。这刚好和新华社的初心形成了完美闭环。就像《藏海传》的价值，让权谋剧有了家国温度；藏海的隐忍与赤诚，带动了10多项非遗工艺的热度，让人看到了传承文化的魅力。得闲景致相信上线了以后，在各个平台热度突然爆火，我相信大家看到了很多真正的路人发出来的感慨这部剧让历史有了平民的视角，跳脱了传统的英雄叙事，让他看到了在战争年代我们的先辈他们有多难，他们的责任和他们的期许是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的基石。很多人都说这才是2025年最应该拿奖的好片子。之前小看了肖战，因为他演的根本不是英雄，甚至你看完了都没发现那是肖战，所以观众想要就要称他为视帝，因为他的作品打动了人，给人带来了思考，而不是因为他名气大。这种喜爱和新华社文艺工作者要为人民创作的要求根本不冲突，他没有自视甚高，观众也没有盲目追捧，一切都源于作品值得。所以他一获得奖获得提名，大家就这么为他开心，不是因为他拿了奖，他的踏实被懂了，他的价值被看见了，他的努力没有被辜负，他的谦虚没有被忽视。所以在看到这样的说怎么样的规则什么不可以，新华社的规范，你可以告诉他你说的对，官方是不能用，但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表达喜爱有什么错呢？视帝这个词从来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只是观众对于喜欢的演员的一种肯定，而他做的事情恰恰也是新华社最想看到的。不管别人怎么喊，他永远都是那个会绕场一周深深鞠躬的肖战。憋屈，真他丫的憋屈！就在3天前，肖战刚捧着 SNG 的视帝奖杯，说着常与大众，住在角色里，台下即刻掌声雷动。这是业界对一个演员10年打磨的尊重。可你转头打开豆瓣，却发现《藏海传》竟然只有7.1分，超56万人打分，一星和二星占了 14.8%。看到这些，我突然觉得特别割裂。
甚至还有点想笑。我们在庆祝的和我们在贬低的真的是同一部作品吗？还是说我们早就习惯了用粉黑大战的尺子去丈量一部本该扎进心里的悲剧？我特意去翻看了几百条低分评论，说实话看吐了，不是因为评分低，是因为大部分评价根本不沾边。有人骂肖战演得差，可肖战拿了 SNG 的4D， 有人说比不上琳琅榜，可《藏海传》从来没说过自己是权谋爽剧啊，这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冲突。如果 7.1 分是基于剧集本身的逻辑，那我们认，可这 14.8% 的差评里，有多少是因为你像白月光所以我不爽，有多少是纯粹的情绪宣泄？当我们用这种撕裂的情绪去看剧时，我们还能看见藏海眼底那一闪而过的破碎吗？导演曹逸文在解读藏海时说了句话，像针一样扎我。他说藏海的底色是善良，我们总以为一个复仇者必须是冷血的，必须是像机器一样精准的，但藏海传的残忍就残忍在他让一个从小被爱包裹的孩子亲眼看着家被毁掉。你看他走在雪里，镜头拉得那么远，远到看不清表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导演不忍心怼脸拍，那一刻的藏海已经被仇恨折磨到精疲力尽，他俯下身不是在设计权谋，而是在舔舐那个从自如变成藏海时留下的血窟窿。这不是爽剧，这是一个善良的人为了活下去不得不把自己活成一把刀的痛苦过程。肖战在拿奖时说，藏是要藏于大众，住在角色里，海是心胸要宽广，容得下世间百态。听完这些我才明白，这部剧的核心根本不是复仇，而是消化。藏海的高明不在于他算计了多少人，而在于他如何消化那巨大的痛苦。他用师傅教的技艺，用曾经被爱过的温暖去对抗世间的冷漠。你看他利用庄之行看似冷酷，但他的复仇从不牵连无辜。所以 7.1 分到底低不低呢？如果你想看一个一路开挂神挡杀神的霸主，那 7.1 分都高了，他确实不够爽。但如果你想看一个人如何在极致的黑暗里守住心底最后那一丝因为被爱过而留下的柔软，那 7.1 分是对这个角色的误读。我们绝大多数人没经历过灭门之仇，但我们一定经历过被误解、被低估、被拿着一个标签定义一生。就像这 7.1 分，它贴在那里，可它定义不了藏海传的厚度，就像那些萧轩的杂音定义不了你我的价值。真正的藏海不是那个复仇成功的权贵，而是那个在血液里痛哭过后，第二天依然选择穿上公服，去这浑浊世间里求一个公道的凡人。当我们不再只盯着他爽不爽，而是能看见他疼不疼的时候，我们才算真正看懂了藏海传，也算真正看懂了这个总想给我们打分的世界。说句不好听的，肖战可能是内娱最后一个男顶流了。因为男流量像是有一个事业的诅咒，不是靠个人努力可以逆转的。目前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困局。首先第一点，流量是一个围城，一旦你流量飞升之后，无论是你的粉丝还是团队都不太同意你去给别人做二番了，所以你就不可能再去多元化的剧组里面做配，这直接阻断了你成长路径的很多可能性，你没有机会再去各种各样的剧组试错打磨。必须拍一部戏就出一部戏的成果，如果你没有背景的话，扑拖几次就会迅速糊掉，这就要求你的学习能力必须非常的强。第二点呢，粉圈是有戒备心的，一旦你成为流量之后，就意味着你进入了大众的视野，粉圈都是老油条，不会再有人去纯粹的欣赏你了，这导致呢，你新粉吸不进来，老粉又随时可能爬墙。所有大爆的流量都是从籍籍无名到一夜飞升的。第三点就是长剧市场萎靡，顶级的剧本都被垄断在了最扛剧那批人的手里，大部分流量呢，目前必须在国偶里打转，因为国偶的吸粉概率最大，算是一种路径依赖吧。毕竟你的演技还没有到能扛剧的地步，但是肖战可以啊，他拍了玄幻、军旅、仙侠、年代、都市、复仇、谍战、医疗，拍一部呢有一部的沉淀，这类的各种题材。这样又回到了第一点，你必须强到能扛剧，还能够让你去挑战不同的题材，还不会被新人取代。最后一点是事业上的规划，其实被市场的洪流裹挟，很少有人能够有这种长期布局的视野规划了。虽然肖战在6年前遭遇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但是祸兮福所倚，他恰好能够在事业的十字路口有一个跳出框架的机会去演72场话剧，这真的不是一般人敢做的事业抉择。这个过程被更多的业内所赏识，又说到了各种剧本抛来的橄榄枝，所以肖战的路径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再难被复制的。